莱文独自住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对这个86岁的单身老人来说，每天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去诊所复诊和采购日常用品。去年8月，莱文在亚马逊上买了一台折叠式电助力自行车，更流行的叫法是 e-bike。这个新潮玩具让莱文日常出行轻松了不少。美国公路自行车骑手泰德在疫情后迷上了骑 e-bike 兜风，他称自己那台结实的小自行车为野兽山路杀手。第一台 e-bike 被妻子霸占后，他寻觅良久，今年1月终于又在网上买到了一台新的宽胎电助力自行车。他们网购的电助力自行车虽然品牌不同，却都来自中国。而 e-bike 在国内其实并不吃香，甚至可以说无人问津。但是不被国人看好的 e-bike 如今正忙着收割老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就像当年共享单车席卷中国城市那样， e-bike 正在占领美国街头。自行车店橱窗最显眼的位置早就换成了最新款 e-bike。据德勤统计，美国电助力自行车销量几乎翻了一番，从2019年的29万辆增至2021年的55万辆。同一时期，市场研究机构 NPD 集团指出，美国电助力自行车的销售收入增加了2倍多，从2.4亿美元增至7.78亿美元。尤其在疫情后， e-bike 开启了急速增长模式。轻型电动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2021年进口了超过79万台 e-bike， 同比上年增长了 70%。2021年，美国人购买的 e-bike 数量已经超过了电动汽车和混动汽车的总额。而在 e-bike 的最大市场欧洲、德国、荷兰等自行车大国，近2年 e-bike 市场增速均超过了 30%。欧洲自行车工业联合会、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预测，2025年欧洲 e-bike 市场销量有望突破1200万台。在美国，中国品牌大鱼智行 e-bike 的市占率达到了 40% 以上。美国公路自行车骑手泰德网购的2台自行车就来自这家公司。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小编先大概解释一下什么是 e-bike。从外观上看， e-bike 与传统自行车相差无几，保留脚蹬，电机通常安装在车身中间或轮毂中。简单理解， e-bike 就是在传统自行车基础上增加了3电：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e-bike 实现了人力和电力的混合输出，如果人力骑不动了，就加点电力。e-bike 兼具运动和娱乐功能，让骑行更省力，这也是 e-bike 与国内小电驴的根本区别。在美国城市骑行 e-bike 踏板辅助或油门辅助的电助力自行车最高时速不超过32公里。在欧洲， e-bike 的速度更是被严格控制在25迈以内。尽管速度明显不如国内小电驴， e-bike 在欧美市场仍散发着致命吸引力。疫情爆发后，大众对公共出行的恐惧和对户外运动的渴求进一步释放了 e-bike 的市场需求。欧洲公交票价越涨越高，在德国柏林，购买地铁月票通勤1年的花费要近1000欧元，而大多数 e-bike 的价格在1000至3000欧，买辆 e-bike 骑3-5年或许还更划算。在追求低碳环保的路上，油改电已然成为了出行领域的一大必然趋势。各国政府真金白银的补贴更是让 e-bike 成了最经济实惠的出行方案。2021年11月1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重建美好未来法案，凡购买2轮电动车的国民可享受车身售价 30% 的税收减免。欧洲各国更早便出台了 e-bike 相关补贴政策。2018年1月起，法国巴黎大区为对抗城市污染，为购买电动自行货车提供几百到上千欧元的补贴，包括德国、荷兰、意大利和比利时在内的10多个欧洲国家都启动了类似补贴计划。叠加区域冲突、能源危机、生活成本上涨等因素，越来越多的欧美居民将 e-bike 作为新的首选代步工具。电助力自行车的技术并不算复杂，只是给传统自行车通了电，怎么就在海外市场，尤其是欧洲翻身逆袭了？被迫转型到 e-bike 领域创业后，60后外贸人祝丹奎遇到一件怪事儿。一位顾客在1个月内先后2次下单网购同一个产品，送往同一个地址。常年做 to B 生意，
朱丹魁的第一个反应是用户是不是点错了。终于在这位顾客第3次下单后，团队耐不住好奇问到了答案，原来是客户自己骑行感受不错，给家人复购了2台。E-bike 无法取代自行车，但确实可以解决部分出行需求。朱丹魁举例说，欧洲很多小镇的街道窄、拐角多，路况复杂，更适合2轮出行。对体力欠佳的老年人和日常通勤30-40公里的上班族来说， E-bike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一份来自欧盟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7年9月，中国向欧盟出口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增加了2倍多，市场份额升至 35%， 而平均价格下降了 11%。2018年7月19日，欧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自行车临时征收税率 21.8% 至 83.6% 的反倾销关税。这道高筑的准入门槛，反而为中国初创品牌在欧洲生存提供了庇护。高税收将很多想打价格战略的品牌拦在门外，留在市场里的玩家不至于那么快滑向低价内卷的处境。高税收对应高定价，合理的回报更有利于企业持续专注在产品研发上，靠产品站稳市场。据东方证券研报统计，作为 E-bike 最大消费市场，欧洲的产品渗透率达到 20%。荷兰、德国、比利时、丹麦等国家有着悠久的自行车骑行文化，自行车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众对 E-bike 接受程度高，市场空间仍很可观。在欧洲，功率大于250瓦、速度大于25千米每时的纯电机驱动车被归类为 L1E 型。进入这个框架的产品需要认证，上路时需要考驾照、买保险、戴头盔，且不能在非机动车道骑行。这意味着，在欧洲电动2轮出行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的国产小电驴被拦在门外。而 E-bike 恰好可以绕开这些政策阻碍，省去复杂的上路程序，深受欧美骑行人群欢迎。对国产品牌来说，国内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为 E-bike 在海外市场的火爆又添了一把柴。相比于欧洲人对骑行品质的追求，北美市场对高性价比产品表现出更大的包容度。根据亚马逊美国数据， E-bike 在亚马逊上的主流销售价格区间更广，底价更低，在400至2000美元。前5大品牌的市场份额总计达 39.3%。业内相关人士指出，消费端的直观体验就是极致性价比。同样的价位，国产 E-bike 可以提供更多服务，或是在同样品质下，国产 E-bike 价格更低。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外溢，为 E-bike 创造了技术条件。3电技术不断完善，使 E-bike 兼具轻量、稳定、持久续航等性能。同时，作为自行车大国，成熟的制造基础和完善的供应链又提供了成本优势。疫情3年，国产 E-bike 品牌也熬过了从贵等货到货等贵的重重危机，但入围者增加，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一位从业者表示， E-bike 的竞争对手大多是国产品牌。中国企业进入市场的一个屡试不爽的玩法，就是通过极致性价比卷死别人，然后才开始考虑赚钱的事儿，置之死地而后生。借助国内已有的供应链优势和技术储备，做出产品不难，难的是如何做出差异并保持住特色优势。而这些取决于创业团队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和日后在品牌运营方面的综合管理能力。上述从业者举例说，一台售价1000欧元的 E-bike， 国内采购的成本大概400欧，运费200至250欧，电商佣金占比 15% 至 20%， 再加上海外税收，这些固定成本无法减少，只能在前端制造和后端品牌溢价2个方向降本增效。现在已经有互联网公司和传统制造企业加入 E-bike 赛道。2021年底，小米以生态链模式入局，入股电动出行新企业苏州坦途，后者主要业务包括了电动摩托、电动滑板车、脚踏车等。2022年4月，美的宣布收购武汉天腾动力 55% 的股权，正式进军了2轮电动车领域。当前的海外市场还能容得下更多中国品牌吗？在小编看来， E-bike 作为一把利器，能帮助中国自行车行业在欧美市场切开突破口，而借助国内强大的供应链优势，国内优秀的创业团队仍有机会在全球化市场大展拳脚。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E-bike 这款产品对你有吸引力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